大家好，我係零針製職陳。響呢一代文石嘅新型號開箱咧，終於來到第4回，亦都係咧海外限定型號嘅最後一回。咁咧就係呢一部相當輕巧，你嘅盒咧都比之前咧係細唔少嘅7寸嘅 Lift。呢一部咧其實只係現階段度講嘅係展示機嚟嘅啫，響海外未正式公佈啦，係佢嘅價格，亦都未正式係開售，連預售都未有嘅。咁咧要去到11月嘅中旬至下旬咧，先至會有正式嘅消息。咁所以咧呢一部咧，我就問店家借咗呢部嘅展示機嚟到手中咧，咁就為大家今次咧嚟一個開箱，亦都咧同樣有一個規格分析。咁特別強調我係會將佢同 Pop 3咧有一個嘅比較嘅，因為咧佢響文石官方嘅嗰個想法當中咧，佢係 Pop 系列嘅繼承型號。雖然咧係新開咗一條7寸嘅線出嚟，而 Pop 3咧起碼截到我現時所了解咧，短期應該都唔會見到有 Pop 4嘅出現。所以大家要有呢個嘅概念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呢一部7寸嘅 Lift 對嗰啲咧追求輕同薄走向極致嘅用家嚟講咧，呢一部可以考慮。咁究竟呢一部會吸引你多啲，定係 Pop 3會適合你多啲咧？咁去到影片嘅後半部分析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再留意。好，咁事不宜遲啦，咁先去開箱。去片好，大家眼前咧就會見到呢一部 Lift 嘅盒。開箱開到第4回咧，其實真係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噶啦。咁今次咧最大嘅比較深刻嘅印象就係佢好輕巧、好細部。你睇下我隻手，係啦，繼續同一句口號，同一個外形嘅食刻。後邊呢度咧特別要留意一下 Lift 咧。係國內同海外都有售嘅型號嚟嘅，國內已經賣緊㗎啦。但係呢一部咧係發俾海外嘅，都特別咧俾大家見到啊 ，International 都直接去到睇下入邊嘅配件啦。我諗應該都分別不大。特別講啊，文石嘅新機咧嗰個嘅wallpaper唔係咁樣嘅。呢部咧其實係店家佢已經開咗箱，咁咧佢就再擺翻落去，咁佢已經轉咗咧係嗰個 wallpaper， 所以你見到係呢隻貓啊，特別睇一睇。好，咁真身嘅情況咧就陣間再介紹。好嗱，你會見到啊，咁咧你有睇我之前幾回開箱都會知道咧，有一個信封一個盒嘅，咁今次咧就一個盒嘅啫。嗱，咁你見到原裝線嗱，咁特別一提啊嚇，咁咧之前幾部咧都係黑色嘅，咁今次呢部 Lift 咧係以灰色做主色啊嘛，咁所以咧襯翻條白色線，咁你見到啊 Type C 頭嘅，咁都有啲心思啊，又起碼有個配色，咁另外就係保修卡同埋快速說明書，呢度就係成個盒嘅配件啦，眼前所見3樣嘢完。特別一提啊嚇 ，Lift 咧係冇書寫功能嘅，只係單純閱讀，咁所以咧佢係冇筆嘅。好，大家會見到咧 Lift 嘅真身。咁咧喺呢度咧特別強調，因為咧好多網友咧問我呢一部 Lift 咧都會話佢係咪Louvre Air 嘅7寸版啊？我好坦白講，其實唔係。好啦，睇下眼前我應該彈咗 Louvre Air 幅圖出嚟咧，你會見到 Louvre Air 其實係上下粗、左右窄，而 Lift 咧其實係重新設計嘅一個模具嚟嘅，係左同埋下闊。上同右窄，你會見到咧兩隻其實有差別嘅。咁呢度特別咧，先喺我介紹之前咧澄清一下，佢其實唔係 Louvre Air 嘅細機毛筆記書寫版。呢一度大家要知道。好啦，咁咧點解會有咁嘅誤會咧？其實因為啲人咧會見到佢同 Louvre Air 一樣咧，係採用灰色做主色。咁其實呢一個設計咧有啲似係 remarkable 嘅。咁特別咧係正面你會見到灰白色嘅邊框咧，會讓到呢一個 mon 咧睇落去好似大咗一樣喺視覺上。咁另外咧，配最左邊咧係有一個嘅深灰，咁咧就會有一個對比。咁亦都咧呢一度咧變咗咧左手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係預計你咁樣左手握住去睇書，所以咧佢有呢一個嘅設計。文石官方就稱做仿書型非對稱設計。咁中唔中意咧就睇翻用家啦嚇。好啦，咁另外下方咧係雖然粗咗嘅，但係就冇實體鍵嘅。有啲用家如果係本身係文石講，可能會發現，咦，好似唔見咗 Bose 嘅嗰個品牌喎。平時喺下低呢個位置噶嘛，其實係有嘅。反光打住燈之下咧，就會見到啦。喺左手邊呢個深灰位置嘅上方咧，你就會咧見到隱隱藏住咧 Bose 嘅品牌呢個名。嗱，咁正面呢一塊嘅 mon 咧係玻璃面板嘅，
唔係柔性屏。咁咧今次咧官方特別標榜係用咗元泰科技 E-Ink Carta 1100，咁即係唔係最新嘅1200，但係以一部價錢相對入門嚟講咧，咁呢一個絕對係唔失禮嘅。咁啊同樣做到300 PPI 對比度同埋白同黑嘅對比咧，處於一個咧係一流嘅水平嘅。好，咁呢個咧就係正面嘅狀態。佢嘅嗰個材質咧，好坦白講啊，咁官方其實就冇講得好清楚，但我摸上手咧感覺咧，嗱呢個係背面啦，我就覺得咧似係應該係鋁合金嘅，好輕身咧，呢個係我嘅估算。咁啊背面咧呢一度咧，基本都除咗係 Bose 嘅嗰個品牌之外，仲有一系列嘅認證啊同埋資訊之外咧，背面就冇其他嘢㗎啦。咁咧係略大弧度嘅，咁咧隻手咁樣攞住嘅時候咧，嗰個弧度咧就冚住都舒適嘅。咁特別提一提咧，就係呢一個嘅邊框，四邊嘅邊框咧係相當平整嘅，摸上手咧係會感覺到係平面嘅。嗱，上方呢一度只係一個 power 掣，咁 power 掣咧有指示燈嘅，咁四角係帶有弧度，去到右邊冇任何嘢。下方呢度咧，你會見到係今次嘅我諗以七寸機嚟講係一個亮點，有雙喇叭，呢度有兩粒螺絲 Type C 頭，跟住呢度咧有一個收音咪。7寸嘅入門機嚟講，有雙喇叭咧係比較少見嘅，即係代表咧你可以聽有聲書，就咁單用佢個喇叭播放咧，其實個效果應該都唔錯。好，去到左手邊，你會見到響下方呢一度咧有3點，呢一個咧係可以咧用磁力連接今代 Lift 咧專屬嘅呢一個磁吸保護套。不過好可惜，香港咧暫時現階段咧就未有呢一個磁吸保護套嘅實物，所以咧就我都唔知道咧嗰個效果如何。嗱，所以咧就住 Lift 嘅外觀介紹咧，大約就到呢一度啦。當我向店家借呢部 Lift 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未正式發賣嘅。店家咧就只有2部嘅 demo 機，咁佢就開咗一部，咁啊借咗嗰部俾我，就係而家我眼前呢一部。我就發現到咧，其實有一樣大家要留意嘅位，就係咧響熒幕嘅正面4隻角，留意下而家咧我指示嘅呢個位置咧，我係見到有條 quick 縫喺呢一度嘅。咁呢個係左上角。左下角亦都有一個嘅 quick 縫，右上角亦都有少少 quick 縫，唯獨咧右下角咧就貼合啦，冇 quick 縫啦。咁我都好坦白咧問店家：咦，喂，4隻角有3隻角有 quick 縫，係咪部機撞過啊？定係點樣啊？咁店家都回覆我咧係冇嘅，佢收到個貨就係咁樣啦。嗱，咁由於咧只有2部啦，咁亦都未係正式發售嘅，因為係 demo 機俾店家係先係攞上手。咁所以咧，我嗰陣時都話：喂 QC 好似有啲讓人擔心喎。嗱，咁呢一點可能真係有待咧正式第一批嘅現貨嚟到香港之後咧，先可以再睇到啊嗰一批次嘅貨有冇問題。我就咁睇嗰陣時咧係有啲擔心嘅，因為你大家都見到啦，4隻角有3隻角咧都有個 quick 縫，唔影響使用嘅。喺我呢段期間，但係咧個感覺望上去咧有啲礙眼，都讓人擔心。好，另外頭先我都講過啦，咁 Lift 咧其實佢唔係 Louvre Air 嘅縮細版，而咧根據翻咧係文石官方所聲稱咧，其實 Lift 咧係 POC 系列嘅繼承型號嚟嘅，即係咧係好坦白講，好多人期待咧最輕便嘅 POC 3可以咧係升級做 POC 4，但係咧今代迎嚟咧就係呢一個7寸嘅 Lift， 帶咗1寸，即係幾多咧？嗱，即刻俾大家睇一睇，呢一部係 POC 3。下底呢一部咧係 Lift， 你見到咧7寸嘅 Lift 比起 POC 3其實都真係大咗唔少嘅。並列睇睇，俾大家咧係對大小有個印象。好坦白講，帶咗1寸嘅屏幕咧，可視嘅空間係大咗，真係相當多嘅。咁所以你見到呢一度，如果你選擇7寸嘅 Lift 嘅話，就唔能夠好似咧 POC 3咁樣可以代入褲袋啦。但係咧每一頁顯示嘅畫面同埋空間咧又會大唔少。嗱，而另外點解咧？我會講 Lift 係 POC 系列嘅繼承型號，而唔係 Louvre Air 嘅縮水版咧。大家一打開，你見到個系統就會知道啊。你見到咧，其實 Lift 同 POC 3咧嗰個嘅系統係完全一樣嘅。由於同樣冇書寫功能，所以咧喺下方嘅選擇入邊咧係冇咗筆記嘅。別咧呢一類冇書寫功能嘅型號咧，佢哋嘅欄目全部都係擺喺下方嘅。平時有啲係擺喺左側嘅嘛。如果你有睇我其他嘅介紹影片嘅話，所以咧呢一度咧大家千萬要留意呢一點。嗱，另外咧都特別喺呢度強調 Lift 咧佢同今代文石發表嘅其他幾個新型號咧係唔同嘅，佢仲係用緊舊嘅 Firmware 3.1，而唔係最新嘅3.2。而佢嘅 Android 版本咧，同樣係10
而唔係咧跟住另外幾部新型號 Note Air 2、Note X、Note 5、Note 5 Plus 同埋 Max Nomi 2呢一堆咧都係用 Android 11，用個新 U 唔係，佢都係用緊舊嘅 firmware，同埋咧係 Android 10嘅版本。所以其實咧喺嗰個系統嘅運作上咧，佢同 Pod 3其實係一樣嘅。所以你見到嗱，版本號都係10，係啦。另外成個設置咧、系統欄、設置欄呢啲全部都係一樣嘅。咁咧，所以咧俾大家有個概念。雖然佢同 Pod 3嘅模具唔同，今次有新嘅設計，但係內籠咧同 Pod 3其實基本上係一樣。所以咧佢係 Pod 3嘅繼承者。所以咧唔好再講咧佢係 Nova Air 嘅繼承型號啦。呢一點大家要留意。好，讓我哋咧睇下呢一部7寸嘅 Lift 咧，佢嘅重量係幾多？好，咁你會見到啊，個重量係174克，比起官方所宣稱嘅169 gram 咧多咗5克，都算係輕便嘅，唔算重。不過咧，比起 Pod 3嚟講咧，佢又真係有重啲嘅。我哋睇睇 Pod 3有幾重。你會見到啊 Pod 3咧只有132克重，比佢官方所宣稱嘅135克咧仲輕多3克，比起 Lift 係輕咗大約40克左右。咁其實都有一個幾明顯嘅差距嘅。雖然 Lift 都輕，但係 Pod 3咧更加輕便。咁呢一個咧真係毋庸置疑。所以如果你真係想講求最輕便嘅話咧 Pod 3真係冇得輸。咁都俾你哋咧就住二者都係咧講輕薄嘅閲讀器嚟講咧，有一個重量嘅概念。但特別喺呢度一提啊。睇落去咧兩部都好薄啦，係咪？咁其實咧 Lift 咧佢係薄啲嘅，佢係5.9mm 厚，而 Pod 3咧係6.9mm 嘅，即係其實大約咧差咗1mm 左右。Pod 3輕啲、厚啲 ，Lift 重啲、薄啲咁所以呢個位置咧都俾你哋了解一下嗰個嘅情況。好，睇完咧開箱同埋外觀介紹之後，唔知呢一部7寸嘅 Lift 咧吸唔吸引到你呢？比較起佢嘅上一代 Pod 3嚟講，對中意細閲讀器嘅人嚟講，你又覺得邊一部會適合你多啲呢？好，而家咧就俾我哋咧係先有一個嘅規格表。喺畫面嘅另一邊咧就會見到一個咧二者詳細嘅規格分析。黃色咧就會係優勝嘅部分。好坦白講啊，兩部咧喺嗰個嘅規格上咧係十分相似嘅。除咗一部係7寸，一部係6寸之外，同樣嘅 CPU 都係用緊高通636。特別要強調啊，Lift 雖然係今代新發布嘅型號，但係咧佢並冇隨住另外幾部老大哥係用呢一個高通嘅662嘅，同樣用緊係可以話係上一代嘅636。可惜。咁所以咧喺嗰個 CPU 嘅運算速度上，兩者係一樣嘅。好啦，兩者都係2+32，2GB RAM、32GB ROM，連 ROM 嘅制式都一樣，都係用咧係相對較慢嘅 eMMC 5.1，所以咧喺嗰個基本嘅硬件上，二者係一樣嘅。咁有藍牙5.0，雙頻 WiFi，同樣係 Android 10，同樣冇書寫功能。即係基本上咧，你所知道嘅硬件規格咧，兩者其實係十分類似嘅。連而家佢哋所用嘅系統咧，都同樣係唔係最新嘅 firmware 3.1。佢哋兩者最大嘅差異，除咗係屏幕爭1寸之外咧，就係 Lift 多咗一個底部發出嘅雙喇叭，而 Pod 3咧冇外置喇叭去發放聲源嘅。所以如果你咧係中意有聲書，或者咧係會中意用讀器咧攞嚟播歌嘅話咧，咁 Pod 3你就唔使考慮啦，咁你就要諗 Lift。但係除此之外咧，其實佢哋嘅分別就真係接近係冇啦，輕咗咯。Pod 3頭先稱重咧，大家都會見到佢真係好輕，130幾克，而 Lift 咧170幾克，亦都絕對唔算重。兩部攞上手，好坦白講，雖然我係男性啦咁單手手持當然輕鬆，但係就算女仔嚟講咧，都唔會係覺得係大負擔嚟嘅，200克都冇，即係其實等同咧一部手機。應該話比而家嘅手機再輕啲，因為而家嘅手機咧動輒咧可以過200克嘅，咁所以呢兩部咧都絕對稱得上係輕薄。Lift 重啲，但係薄啲；Pod 3輕啲，但係稍厚少少。所以就住兩者嘅嗰個分別咧，大約就到呢一度係啦。咁所以喺呢個位置咧，你要去考量嘅就係你既然追求輕同埋薄去作為你選取嘅嗰個可能性，你撇棄咗書寫功能嘅話，咁你要去諗嘅就係你需要去細部到乜嘢地步咧？Pod 3佢6寸，佢真係塞得落我嘅褲袋，塞落去女性嘅手袋入邊咧，亦都絕對係冇問題。就算加咗嗰個保護套，其實都係。不過咧，好坦白講，佢嘅弱點就係佢嘅電真係冇咁襟嘅，佢得1500毫安嘅電。你開住 WiFi 嘅話咧，你會發現佢嘅電咧會相對真係扣得係比較有感嘅，比起文石嘅其他嘅型號。而7寸嘅 Lift 咧，佢真係闊咗，唔算笨重，亦都唔算壓榨。老實講。扣除佢手持嘅左邊呢條邊厚啲之外咧，佢另一邊咧其實都算薄嘅。上下長少少，其實個關鍵都唔大，但係佢塞唔到落我褲袋，
即係我翻工嘅嗰條西褲。另外咧，如果擺落手袋嗰度咧，可能咧對有啲嘅細手袋嚟講咧，會有啲勉強。咁所以咧，你要去考慮嘅真係純粹去睇嘅就係究竟你想有幾細部。因為老實講，大一寸屏幕真係有感地個顯示空間係大好多。就算係同一版嘅字都好咧，可以顯示嘅字數咧都有一個差距，即係你代表咧你撳掣你翻閱嘅時候咧，嗰個次數就可以減少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話我唔介意佢大少少，但係咧喺通勤時用又唔會話好大負擔嘅話咧，你會發現呢部 Lift 咧確實可考量嘅。記住，前提係你唔需要書寫。係啦，咁所以咧就住呢兩部閱讀器，邊一部讓到你覺得吸引啲咧？又或者可能你咧單從顏色上咧就已經可以揀選到，因為我發現咧原來都有唔少嘅觀眾啦、用家啦，佢係會比較中意白色系多啲嘅。嗱，特別強調啊，官方稱呢種咧係石墨灰，其實咧佢唔係純嘅白色嚟嘅。佢會比較近似 Remarkable 2嗰隻顏色，亦都咧係同 Lover Air 咧係可以話一脈相承。不過 Lover Air 咧佢嗰個殼嗰度咧仲會有一啲係薄墨嘅紋喺度嘅，呢一部咧就冇。咁所以喺呢個位置上咧，邊一部打動你多啲咧？好坦白講，當 Lift 面世嘅時候咧，真係都幾多網友來信詢問呢一部型號嘅，係多得讓我意外。因為當未公佈之前咧，係有唔少網友咧都會話：喂，有冇搞錯啊？我要 Pod 4啊，我唔要 Lift 啊，我要6寸啊。但係出到嚟其實我覺得個效果 OK 嘅喎，握落去手感唔錯。另外其實都算輕啊，唯一係我頭先開箱嘅時候特別提到過咧，嗰3隻角嘅空隙咧，讓到我硬係感覺咧係揞住。希望咧係現貨到嘅時候嗰個嘅 QC 咧係會做得好啲，係4隻角能夠貼合嗰個邊框。好啦，咁所以咧就住今次咧呢一次 Lift 嘅規格分析，咁我諗咧佢同 Pod 3嘅嗰個差別大家都好清晰啦。咁咧兩部都屬於咧係喺文石嚟講啊，叫做易入手入門啲嘅價錢，即係兩部都係屬於2000樓下。咁咧兩者嘅差距咧喺而家嘅定價嚟講咧就爭300蚊，300蚊換大1寸電大啲，你覺得值唔值咧？定係繼續保持輕巧又可以平啲？呢一部 Pod 3合你心水多啲咧？咁呢個位置咧，大家就可以去考慮一下啦。好，咁咧就住今日咧呢一段片內容差唔多啦。如果你覺得咧呢一段片咧對你係有幫助嘅話咧，希望你可以讚個好啦。呢個係對我會一個好大嘅幫助，亦都可以讓到咧更加多人咧可以睇到我嘅影片。如果你係對呢一類 E Ink 嘅評測教學嘅影片係感興趣、中意嘅話咧，咁亦都誠邀你係訂閱我嘅頻道。希望下一次咧都能夠係見到你嗱。咁下回預告就應該就會係咧 Firmware 3.2嘅下集。係啦，我好希望完成佢，因為今次呢一代嘅 firmware，我真係覺得有啲位咧係正嘅，咁啊，所以希望下一次段片咧都能夠見到你，感謝你嘅觀看，再見。